世界，幸福的情节，直到永远。当美好的小事幻灭，当世界难以入眠，你会想起不经意的遇见，还是可惜两个人各走一边。还记得上次舞会你戴着面纱和我跳舞吗？记得。那个时候感觉我们已经结婚了，但是有一层面纱挡在我们两个之间。不过从明天开始，这层面纱就不复存在了。让童话一般小姐在永远写之前，我以为的亘古不变，只有一半情节。姐姐，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这是爸爸去世后盛世的第一个年会，我怎么会不来？姐，我知道上次分遗产的事让你很不高兴，虽然现在盛世是我的，但是我们毕竟还是亲姐妹，我们还像以前那样好不好？如果爸爸真心想把盛世给你，我当然不会不高兴。我们快进去吧，姐姐。我看你没了孩子，还拿什么跟我争？姐姐，救护车！快到救护车！姐姐，姐姐，来人！快到救护车！姐！你不能进去。医生，我姐姐会怎么样啊？她失血这么严重，肚子里的孩子恐怕是保不住了。现在需要家属立刻签字手术。你是她家属吗？我是她妹妹。可是孩子的事我没法做主啊，我给我姐夫打个电话。姐夫，我姐现在在医院，情况很危险，你快过来一趟吧。这个盛明为了不离婚，又要耍什么花招？我没有骗你啊，姐夫，我姐姐真的很危险。她刚推进来的时候一直在喊你的名字，她真的很爱你啊，你不要跟她离婚好不好？够了，不要再和我演戏了。我和盛明除了离婚，其他免谈。我姐夫他有事来不了啊，这可怎么办？什么事能有老婆手术重要啊？姐，你终于醒了。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孩子，我的孩子还在吗？孩子可能保不住了。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给姐夫打了电话，但是他没来，所以就耽误了点时间。姐夫他应该是真的有事儿。别说了，我不想听。你回去吧，我想自己待着。那我回去帮你收拾一下住院的东西。
我就是要让你们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盛敏，你出来！盛敏，你就是盛敏。我是盛维苑，盛明的妹妹。盛敏，你出来！逃避解决不了问题。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这婚你到底离不离？盛敏，你出来！盛敏，你出来！姐夫，你就这么狠心？我姐当时病重在医院，要签字你都不过去，他现在人还躺在医院呢，你一定要这个时候跟他谈离婚吗？盛敏是死是活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了不和我离婚，他真是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既然你们把他藏起来不让他见我，就不要怪我把事情做绝。距离开庭时间还有5分钟，如果被告盛眠还没有及时到达，将做缺席处理。被告盛眠已到场，准备开庭。
感恩你。你是盛眠？对，我就是盛眠。法官，您请随时开庭。法官大人，先不要开庭。原告傅彦成先生跟我结婚3年，我们没有见过面，足以证明我们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请法官判决我们离婚。不是这样，法官，我要撤诉，这婚我不离了。由于原告口头向法院申请撤诉，现暂时休庭。铺开技巧，毕竟回忆太多美好，世界颠倒，没什么比现在糟糕。怪我不是你的必要，这里没把控好，思念让我无处可逃。我觉得忘不掉，再费心都徒劳，你出现就动摇。既然你一直想离婚，我们就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了。如果我早知道你是盛眠，我怎么舍得跟你离婚？我居然还享受着难挨的煎熬。傅彦成，你但凡对盛眠有一点在意，就不会现在才知道我的身份。盛眠，你听我说，3年前，爷爷让我和一个陌生女人结婚，我以为爷爷是被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给骗了。我对你的不闻不问，也仅仅只是为了抵抗这不平等的联姻。盛眠，别碰我！我们连面都没见过，你就给我贴上了贪慕虚荣的标签。3年了，我这个有名无实的傅太太，早就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说，都是我的错，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你现在才能原谅我。但我们还有孩子。孩子？你有什么资格提孩子？你不是说过吗？你们傅家的孩子绝对不会流盛家的血。如你所愿，现在孩子没了，我们之间也不可能。对不起，对不起，盛眠。如果我当时能赶到医院签字，我们的孩子就……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就是盛眠？难道你忘了？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你就打电话跟我说你要离婚。3年来，你对盛眠的厌恶毫不掩饰，你让我怎么告诉你？别说了，盛眠，是，我是个彻彻底底的混蛋，我对不起你，我给了你回忆，但我从来没有去了解过你，你没有发现，我后悔，我傅彦成这辈子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我唯独对不起你，我欠你太多了。傅彦成，我们离婚吧。傅彦成，我们离婚吧。
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别，正面，我不能和你离婚。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好吗？我求你了。我们结束了。我知道忘不掉，再飞行都徒劳，你出现就动摇。我是你比天高，是谁都替不了，是否有些可笑？曾贪恋的拥抱，为拥有过一秒，却依然选择要将自己消耗。这世界没有出现去未来的通道，要不然一定提前出现在转角。不说吃你喜好，也能用得刚好。那些幻想的、承诺的、描绘的，都虚无缥缈。爱过的、恨过的、错过的，就各自安好。只是我的爱，从没有因此而退潮。我知道忘不掉，再飞行都徒劳，你出现就动摇。我是你比天高，是谁都替不了，是否有些可笑？曾贪恋的拥抱，为拥有过一秒，我去。我就永远是第三者。一边跟爷爷卖惨，一边在这羞辱你，他可真是好算计！走，跟我进去。我不想再见到他了，我只要看见你，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安妮，你把我赶出医院后，我这几天真的很想你。过了今晚，就跟盛眠离婚吧。我不想再这样。好，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我不管他跟你说了什么，我心里的富太太只有你一个。我有什么资格做富太太？我就是一个小设计师，我们本来就不合适。感情之间没有什么合不合适，只有爱不爱。要怪也只怪我自己，我没有早一点遇见你。当美好的消失幻灭，当世界难以入眠，你会想起不经意的遇见，还是可惜两个人各走一边。我兜兜转转闯入你出现的那夜，在森林海边相逢，在外国的瞬间，有一半月光点亮另一半的世界，是在你我从未到达的某天，我不知不觉走过你出现的那夜，让童话一般小写在永远写之前，我以为的亘古不变，只有一半情节。副总，老爷子知道您根本没去主管晚餐，非常生气，您快想想办法怎么应对吧。知道。你先回去吧，爷爷有事找我，我会和他说清楚。过了今晚，我就和盛明结束这一切。赶来我的身边，像童话世界幸福的情节，直到永远。当美好的苏彦昌，消失幻灭，当世界难以入眠，你会想起不经意的遇见，还是可惜两个人各走一边。我兜兜转转闯入你出现的那夜，在森林海边相逢，在外国的瞬间，有一半月光点亮你
为什么这么多钱都流向了这家公司？爸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完了，肯定是爷爷没忍住告诉傅彦成了。这下怎么办？你为什么要骗我？你都知道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怕你不喜欢我。所以你才用这种方式考验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你知道我今天在酒店听到梁汉卿说你们是假结婚，我有多开心吗？原来是这件事。这个梁汉卿，他居然敢出卖我！如果我今天没有碰到梁汉卿，你打算要瞒我多久？瞒到你离婚为止。我也不想骗你，但只有这么说，我才觉得自己没那么卑微。我知道你顾及我已经结婚的身份，所以才骗我。爷爷已经答应我了，只要我帮助盛眠查到他父亲遗嘱的真相，就同意我离婚。我怎么知道是真的？万一你骗我呢？要不我跟你一起查吧。我还担心让你陪我去查盛家的事情，你会不开心。正想着怎么跟你开口呢。我怎么可能这么小气？我比谁都更希望这件事能赶快查出来。收回一场场风暴，时间都很沉默，绕进梦里世界的漫长，就凭你亲手撕掉，而我的嗜好就是有你能够依靠。你就这么着急想要嫁给我？谁说我要嫁给你了？要如何是好？不知道，不想知道，也没有必要。我只剩风暴，毕竟回忆无法忘掉。我只能忘不掉，再飞行都徒劳。你出现就……你一会儿把苏兰弟弟照片发我一份。我记得盛家的宴会之前邀请过他，他应该也去过现场。你再看一下有没有合照什么的。糟了，合照里不会有我吧？好，我知道了。我也想吃。不该计较，毕竟回忆太多美好，世界颠倒，没什么比现在糟糕。怪我不是你的必要，这里没把控好，思念让我无处可逃。我觉得忘不掉，再飞行都徒劳。你出现就动摇，我是你比天高，是谁都替不了，是否有些可笑？曾贪恋的拥抱，未拥有过一秒。还好照片上没有我，要不然还要让爷爷堵住携琛的嘴。孩子是傅彦成的。哼，我看你是病急乱投医了吧？我们家彦成对你是厌恶至极，你居然敢把你肚子里的野种栽赃到他的身上。你听我解释，孩子真的是傅彦成的，你不信打电话跟他确认。
妈，燕城啊，我现在在医院，你老婆盛眠怀孕了，说孩子是你的。妈，我从来没有和她发生过任何关系。傅燕城，我是……你听到了没有？燕城说你肚子里的孩子跟我们傅家没有半点关系，他绝不允许傅家的孩子身上流着你们盛家人的血。动手！你别过来！别过来！啊！不要！别过来！别过来！你不要！啊！你别过来！放开他！我先报警了。兰姐，兰姐，没事吧？我来了。汉卿，傅延成的妈妈突然打电话叫我去医院，我怀疑有诈，我把地址发你。如果我去了医院一直没回消息，你就来接我一下。你终于回来了，我给你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只能在这等你，我很担心你。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你老婆盛明怀孕了，你还有心情在这关心我？她找过你了？真是个恶毒的女人，她为了不离开傅家，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安妮，我跟她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是不是盛眠遭受什么，都可以做到熟视无睹？是不是他现在死在你面前，你也不会看他一眼？盛眠他就是个满心算计的人，他为了让你离开我，装可怜扮柔弱，我都不知道他从哪弄出来个孩子。安妮，你不要掉进他的圈套，可以吗？傅彦成，你们究竟要羞辱我到什么时候？安妮，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那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如果是呢？如果是，我也绝对不会要啊。你这话听起来真讽刺。安妮，别碰我！副总，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去上班了。副总，您找我？养了这么久的伤，该好好干点活了。这是我们和盛家所有的合作项目，全部停掉。另外，想点办法，把老爷子和盛家的所有联系断掉。副总，您这次下手有点太狠了吧？盛眠既然这么做，就要接受这些惩罚。盛眠小姐又哪里惹到你了？不该问的别问。是。什么？傅家停了跟我们所有的合作？怎么会？
我现在就打120。你父亲本来心脏就不好，再加上受到刺激，导致病情加重，现在情况非常不乐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肯定会好起来的。盛眠，你既然怀了别人的孩子，怎么还有脸霸占我们傅家？赶紧把离婚给我办了！绵绵，是爸爸和盛家对不起你，害得你被傅家这么亲近。王律师，我要立遗嘱。苏兰，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公司账面的钱全被你转走了？这不是怪你吗？你得罪了傅家，傅氏集团把盛家都快逼破产了，我拿那钱补窟窿去了呀。我可不想天天被人追着要债。我不想听你说这些烂借口。我爸现在还躺在医院等着钱救命。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把钱拿出来。你与其在我这儿浪费时间呢，你不如好好想想，还有哪儿能筹到钱。状态怎么样？高昏迷了。这个老不死的，竟然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盛眠那个小蹄子，看来咱们要早做打算了。哎呀，放心，有我呢。等善终咽了气，咱们就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了。韩青，我现在急需用钱，公司账上有多少钱？你需要多少？我爸手术需要200万，我现在有100万，还差100万。需要这么多？咱们公司你也是知道的，刚有点起色，如果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现金，可能就得卖公司了。来不及了，我还是想想别的办法。是1年。哎，你不能进去！爸，你不能进去！你让我进去！我求求你让我进去！爸！这位家属，请冷静，请你不要影响我们抢救病人。立刻开始抢救！准备开始心肺复苏，所有人就位。确认患者无脉搏，无自主呼吸。开始胸外按压，频率每分钟100到120次，深度5到6厘米。开放气道，准备气囊辅助通气，氧气流量调至最大。准备第一次电击除颤，能量选择双向波200焦耳。进行动脉按压，观察患者反应。建立静脉输入，给予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注射，继续复苏循环。停止按压。患者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确认为临床死亡，死亡时间14点46分。爸！爸！
爸，对不起，是我害了你。从今往后，我不会跟傅家有任何瓜葛。我们有孩子了，对不对？都是我的错，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明天就去跟盛明离婚。院长，你听清楚了，孩子不是你的。我知道你在跟我置气，我都知道，这个孩子不可能是你和梁安晴的。我一定会负责，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和孩子。你怎么知道我在外面没有别的男人？还是可惜两个人各走一边。我兜兜转转重入你出现的那夜，在森林海边相逢在外国的瞬间，有一半月光点亮另一半的世界。你借我的钱，我会尽快还你。我不知不觉走过你出现的那夜，让童话一般小写在永远写之前。我以为的亘古不变，只有一半情节。早就告诉过你，你爹心里没你，所以你想要什么得自己去抢。还好我们有王律师帮忙，不然我们什么都捞不着。爸，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就宣读盛总的遗嘱了。本人将名下所有盛世集团股份以及我的所有遗产都交予小女儿盛维苑继承。爸怎么会什么都没给我留？这不正常。姐姐，你也别怪爸爸，爸爸肯定是觉得你那么优秀，在外面不靠家里面也能闯出一片天地的。我就不一样了，从小体弱多病，做不了什么大事，所以爸爸才会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我。那爸爸还真是心疼妹妹。按照遗嘱，以后这房子就是我跟妈妈的了。不过姐姐，你也可以常回家看看，我们还是一家人。
副总，我这头回见回自己家还要这么偷偷摸摸的呀？Penny现在不想看见我，她又怀有身孕，我不想惹她不开心。Penny，你怎么了？没事吧？Penny，没事吧？醒醒，醒醒！让开！Penny，你怎么了？启琛，去开车。哦。Penny，你还难受吗？谢谢你送我过来，你走吧。Penny，你别拒绝我了，你就让我照顾你吧。你还记得上次车祸吗？你自己亲口说的，只要我醒过来，你什么都答应我。求你了，我们不要再互相折磨。不管孩子是谁的，我都会视如己出的。副总，你走吧。从一开始我们就是错的，是时候该结束了。没想到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替傅家跟你道歉。早知道你会被这样对待，我就不该让你嫁给燕城。爷爷，请您同意我跟傅彦成离婚吧。绵绵，爷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傅氏的假日酒店过几天呢有个 party， 你去放松放松，给自己几天时间好好想想。如果回来后你还坚持离婚，爷爷不再阻拦。什么人入住富士酒店还需要我亲自接待？是傅老一个老友的孙子，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您只需要露下脸，表达一下我们傅氏的重视就行。什么人入住富士酒店还需要我亲自接待？是傅老一个老友的孙子，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您只需要露下脸，表达一下我们傅氏的重视就行。爷爷，我已经到了。这是，一会您跟对方共进个晚餐，认识一下。两个男人，烛光晚餐，也不是不行吧？启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傅老爷子，他故意要把您骗过来，想撮合您跟盛小姐。盛小姐已经在房间了，一会也会被工作人员带过来的。工于心计的女人，爷爷又被她给骗了。上面在哪个房间？在8802。准备2份离婚协议给我。可傅老那边还不快去？好，我这就去。回来，让人赶紧把这给我撤了。不，盛敏，为了不离婚，你可真费尽心机。既然你也在酒店，我们做个了断吧。
爷爷想的真周到，还帮我安排了晚餐。谢谢爷爷。是盛眠。原来爷爷是为了撮合我跟傅彦成复合，才把我约来这儿的。那我就用 Penny 的身份跟你离婚吧。是盛眠让我来的。他没把你怎么样吧？他警告我，只要你们不离婚，爷爷，我好不容易说服绵绵过来，你却要跟他离婚。我告诉你啊，要不然你把孙媳妇儿给我哄回来，要不然明天你就回来参加我葬礼。爷爷，我求你了，不要再干涉我和盛眠的事情。尽管我是您孙子，但我也有自己的人生，我只想和我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明天你把你喜欢的女人带回来，我要见她。神神秘秘的，你到底要干嘛？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爷爷，佩妮，我今天正式把你介绍给我爷爷。傅彦成，这就是你喜欢的女人吗？当着我的面还这么逆反，像什么样子？把头转过来。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别怕，有我在。爷爷，您好，我是 Penny， 初次见面，有些失礼了，还请您原谅。爷爷，这就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女生。哦，咱们坐下说啊。爷爷，我陪您坐吧。好。爷爷，千万别说我是盛眠，我回头跟你解释。哦。爷爷，不好意思啊，今天不知道要来见您，什么都没带就来了。哎呀，客气什么？我们都是我们都是一起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人啊！今天我就是过来问问，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爷爷，我想娶Penny。哦，那这个棉甜的小姑娘，你呢？你是怎么想的？爷爷，我知道我配不上彦成。谁说你配不上？爷爷，你同意了？那你具体说说看，都哪里配不上他呀？副总他家世显赫，一表人才，年纪轻轻就在商界有了如此成就，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设计师，自然是配不上。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完美。感情没有适不适合，只要爱就够了。爷爷，请您成全我们。那我们家彦成的婚姻状况，想必已经了解了吧？那潘妮小姐是单身吗？爷爷，我也结婚了。
那你对我们家燕城是真爱吗？是，我也很爱燕城。得嘞，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先走了。爷爷，您怎么走了？那您是同意了吗？同意了。听到了没？爷爷同意了。以后这种事情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声？我不喜欢这种惊喜。你生气了？我只是想让爷爷知道你是个好女孩。我们现在这种关系不适合见家长。那我明天就去离婚。你等我。爷爷，您怎么走了？那您是同意了吗？同意了。听到了没？爷爷同意了。以后这种事情能不能跟我说一声？我不喜欢这种惊喜。你生气了？我只是想让爷爷知道你是个好女孩。我们现在这种关系不适合见家长。那我明天就去离婚。你等我。爸，明天我就要和傅彦成离婚了。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结局吧。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我身边，该多好呀！爸，我好想你。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你就长这么大了。唉，真希望爸爸能陪你久一些。刚昏迷了。这个老死了，竟然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盛眠那个小蹄子，看来我们得早做打算。放心，有我呢。等慎重咽了气，就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了。我明白了，难怪苏兰之前那么容易就能转移公司的资金，原来两个人早就勾搭上了。本人将名下所有盛世集团股份以及我的所有遗产都交予小女儿盛维苑继承。遗嘱一定也有问题。爷爷，我不是故意瞒着燕城的。绵绵啊，你是个好孩子，爷爷知道你这么做呢，一定有自己的理由。爷爷替你保守秘密，你到时什么时候想说，就亲自告诉他。爷爷，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想拜托你。怎么了？是我家里的事。之前傅氏给了盛世2笔融资，按理说根本不可能存在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可就在我父亲病危的时候，公司账面1分钱都没有。我怀疑这其中有问题。傅氏和盛世的资金来往比较密切，所以我想着是不是能通过傅氏这条线查一下。另外，我怀疑我父亲的遗嘱也有问题。那有怀疑的对象了吗？应该是苏兰，但目前我只是猜测。如果想要揭发他，还需要确凿的证据。所以，我想请爷爷帮帮我。啊，绵绵啊，别的都好说，爷爷一把年纪了，头昏眼花，看个账本都费劲，那实在是有心无力。是我考虑不周了，爷爷。不过我倒是想起一个人能帮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爷爷推荐的，我当然是100个愿意。那行，回头我就跟燕城说说啊，让他帮你查查看。爷爷，哎，你看你刚刚还说，只要是我推荐的，就100个愿意。眼下呀，对傅氏和盛世最了解的，掌握着最多关系网的，非那小子莫属啊！啊，
你要是不同意，就别怪爷爷没帮你了。可是，哎，绵绵，你暂时啊，不要跟燕城离婚。你有傅太太这个身份，也方便调查。等你父亲这个事结束了啊，离不离还是你说了算。爷爷跟你保证，保证不会再干预你的决定，可以吧？那爷爷我就先走了。啊。好棋。爷爷，盛眠是不是又来过了？他说今天离婚又反悔。对，盛眠刚刚来过了。又来这套。不过绵绵说了，这强扭的瓜呀不甜，婚他肯定会跟你离的。不过，在此前呢，还需要你帮个忙，他家现在出事了。又出事了？爷爷您说，他家出什么事了？估计是他那个后妈联合着外人把钱给转移了，所以你去帮他查查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还有，你办好了这件事，爷爷答应你娶拍你。您是认真的吗？当然了，前提是你要帮盛眠调查出真相。好，我马上去查。哎，等等，这事儿啊，不要太张扬，你亲自去办。你既然和潘妮两情相悦，就让他和你一起。好，知道了。哎，我就不信，这一来二往的，盛眠会舍得跟这小子离婚。和客户约的几点？下午3点，还有1个小时，时间完全来得及。副总，妈呀，这也太巧了吧！可这只是冤家路窄啊！哎呀！梁总，什么时候转行做保洁了？哎呀，副总啊，这太巧了，我在这个酒店做翻新设计呢啊，勘测面积。你不会以为把自己涂成这样我就认不出你了吧，杨汉卿？事到如今还不打算说实话吗？你和潘妮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我真是太难了，我左边也得罪不起，右边也得罪不起，我横竖都是死。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副总，我跟佩妮我们俩是假夫妻，我骗您没有恶意的，真的。你再说一遍。我说我们骗您没有恶意的。上一句。我跟潘妮是假夫妻。我就说潘妮眼光不会这么差。哎，是啊。给你的贺礼，密码是潘妮的生日。这有钱人可真是的啊，这不就不错？不逗我习惯。我们今天见面的事情不要告诉潘妮。潘妮要是知道了，我不介意让恒星消失。放心，副总，我一定。吃这个真奇怪，怪不得佩妮不喜欢。为什么这么多钱都流向了这家公司？爸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完了，肯定是爷爷没忍住告诉傅元朝了。这下怎么办？你确定我们在这能找到资料？碰碰运气吧。愣着干嘛？一起找啊！副总，这时候就别端着你那总裁架子了吧。应该就在这儿。你手机里有没有跟盛世签过的合同？有。给我。密码是苏冉生日。能冒这么大险，赌上自己前程的，果然是个恋爱脑。应该就是这个了。兰兰，在干嘛呀？别担心，那边我都打过招呼了啊。兰兰，哎呀，那个事情啊，我都处理的差不多了。哎呀，你放心，我都处理好了。这笔钱啊，很快就打到你海外户头上了啊。啊？是吗？想我了？有多想呀？哪里想呀？想哪里呀？我很快就回去陪你了。王律师。